不争不辩的诚意，凭什么把番位扛回来了？慢点说哈。今天这期我不想从热搜讲起，也不想从哪条声明讲起。我想先给你看一个很多年前的画面，一个年轻演员站在台子的边上，灯没怎么打在他身上，旁边的人说话他就笑笑，轮到他了也没几句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那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，这个站在角落里的人4年之后会是一部大剧的一番大男主，你信吗？反正当年很多人不信，包括我自己。说实话，那会儿我也只是觉得这人长得周正，演的也还行，仅此而已。其实想想，今天我真正想聊的不是哪部剧火没火，是一个特别老套但特别真实的问题，一个演员的名分到底是争来的还是挣来的？你别小看这个问题，在咱们这个圈子里，番位这2个字的分量比外行想象的重得多。它不只是海报上谁的名字在前面，谁的名字在后面那么简单，它牵扯到片酬，牵扯到资源，牵扯到这个演员在整个市场里的段位被怎么定价。所以一旦哪部戏番位有争议，那真不是粉丝在小题大做，它背后是一整套行业的游戏规则在运转。这个背景我得先垫一句，不然后面有些事你听不懂。好，我得先说清楚啊，别误会，我是诚意的老粉，琉璃那会入的坑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有偏爱，但这期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尽量把话说得公平一点，该承认的困难我不躲。还有一点，我也先讲明白，我下面说他3次站出来，不是说他真发过3回声明啊，恰恰相反，他这人是出了名的不争不辩。我说的站出来是我自己的一个说法，一种比喻，你听完就懂我什么意思了。老粉应该懂。事情得从2022年那部《沉香如屑》说起。那一年，这部剧从筹备到开拍，过程挺波折的。我记得当时网上有种声音，说这个项目里的名分排序，谁前谁后这个事儿，闹得挺凶。媒体那边的角度大概是，番位的讨论很多，各方都不太满意。我先把这个背景摆在这儿，这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因为你要是只看这一层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这演员是不是吃亏了，是不是被压了一头？但你往下看一层就会发现，这种名分的安排，说白了，在那个项目框架下，根本不是哪个演员一个人能左右的事儿。一部大剧从立项到开拍，平台怎么排期，资方怎么配置资源，合约是什么时候签的，签的时候个人是什么咖位，这些东西它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先后顺序。等戏拍完播出，市场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所以你拿播出后的热度去到推当初的番位安排公不公平，本身就是错位的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真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所以真正有意思的不是这场讨论本身，是他当时怎么做的。他没下场，没发长文，没卖惨，没去跟谁对线，连个模棱两可的小作文都没有。他干嘛去了？回剧组接着拍下一部戏。说实话，读到这段当年的旧资料的时候，我愣了好几秒，因为在那个全网都在替他着急，替他喊不公平的时候，当事人自己反而是最安静的那一个。你说他憋屈不憋屈？我觉得不可能不憋屈，但他选择把这口气咽下去，转头去干活。这种处理方式，在那个人人都急着发声、急着立场的环境里，反而显得特别异类。而且你别忘了，沉香如屑对他来说，演的可不是个轻松角色。一人分饰多角，这个难度是实打实摆在那儿的。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处境，要让观众一眼就能分清这是哪一个，还得让每一个都立得住，这种活儿，搁谁身上都是硬骨头。这种角色挑战性是偏大的，能接住，能让观众认下来这是个实力派，本身就是一种回答，比嘴上说10000句都管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细节我得补一句，但我得把话说在前面。网上有说法是他拍这部戏的时候伤到了脚，带着伤还在拍。这个我没拿到第一手资料，凭印象说啊，要是不准你们评论区纠正我。但有一点老粉心里是有数的，
这人拍戏是真拼，为戏受过伤不是一回两回。这种敬业不需要谁去吹，剧组的人，对过戏的人心里都清楚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他第一次站出来，但他站出来的方式特别拧巴，他是用沉默和作品站出来的，不是用嗓门。当所有人都以为他该说点什么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回去把活干好了。回到正题，很多人以为吃了这一回，他接下来总得想办法争一争吧，总得抢点热度，抢点位置，找个机会把场子找回来吧。没有，接下来这2年他做的事情恰恰相反，他甚至比之前更安静了。他选择把所有的答案都交给下一部作品，这在今天这个又快又卷的市场里是个挺反常识的决定。因为现在大家都怕被忘记，都想着趁热打铁，恨不得1年3部戏全方位刷脸。他偏不，然后就有了莲花楼。我跟你讲，莲花楼这一部，现在回头看，走的是一盘大棋。李莲花这个角色，一个褪去了少年义气，半生流落江湖，看淡了恩怨的人，他跟所谓流量明星那套高糖、撒娇、卖颜值的打法，完全是反着来的。这个角色不靠脸，不靠那些讨巧的东西，靠的是把一个有故事、有伤痕、有重量的人从头到尾活过来。他 hold 住了那种半生流落、举重若轻的劲儿。说真的，这种角色是有风险的，因为他不讨喜，不抓眼球，弄不好就显得闷。但他赌对了，这是他第2次站出来。但这一次更高级，他不是自己站出来的，是李莲花替他站出来的。这道菜越品越有味，你品，你细品。一个演员在被讨论名分、被质疑的时候选择闭嘴，转头交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记住的角色，这比发100条声明、打100场口水仗都管用。火候刚刚好，一点不急。所以你慢慢能看出他的逻辑了，他不在乎一时一地的输赢，他在乎的是手里有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。这是一种特别朴素但特别难坚持的判断，在一个鼓励你超近道的行业里，他选了那条最慢的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我得提一句，省得有人说我只挑好的讲，显得不客观。这2年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，关于他的讨论也一直没断过。但说到底，一个演员在所谓的沉淀期还能被人持续讨论，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问题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恰恰说明大家还在盯着他，还在等他的下一步，还对他有期待。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被讨论，是没人讨论。一个没人讨论的演员，才是真的进了麻烦。行，接着说。说到这儿，就到了2024年，天地建新，王权富贵。一番大男主，这是他第3次站出来。但这一次，我想了很久怎么形容，这一次他根本不需要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名分这个东西，到了这儿，已经不是一个被拿出来讨论的问题了，它变成了一个默认的、不需要解释的事实。没人再去问他配不配一番，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已经不成立了。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啊，下面这个数字是网传的，我没核实过，你们千万别当成铁板钉钉。网上传他这部戏的片酬，采的是基础片酬加热度对赌的模式，意思就是剧方赌的是他能扛起这部剧的热度，热度达标了再追加分成。这个说法我自己也存疑，听个意思就行，别拿去当数据用。但即便把这些没核实的东西全都踢掉，有一点是清楚的，这部戏播出之后，他扛剧这件事是被实实在在验证了一回的。至于具体热度排到第几，数据是多少，我得保留意见，凭印象别太当真。可那个大方向跑不掉，这一回市场是认他的，认得很干脆。你发现没有，从2022到2024，这是一个特别完整的过程，几乎像是被设计好的一样，但其实没人设计，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第1次，他被动的被卷进名分的讨论里，他用沉默回应；第2次，他主动的用一个角色，把口碑和信任一点一点挣回来；到第3次，他已经稳稳的坐在那个位置上了。名分不是争来的，是自己长出来的。
从被讨论到用作品说话，再到成为默认，这条线一旦看清楚，你会觉得特别顺，特别有说服力。所以现在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个演员的名分到底是争来的还是挣来的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他用4年证明了还有第3条路。这条路不是去争太累，也容易把自己搭进无休止的口水仗里，也不是认命就等于放弃了。他选的是，你既不争也不认命，你就埋头把每一部戏拍好，把每一个角色立住，然后让那个本该属于你的位置自己来找你。这条路最慢，慢到中间好几年你都看不到结果，慢到很多人中途就放弃了。但他走得最稳，稳到一旦走通，就再没人能撼动。走得慢的人反而看得到沿途的风景。说到底，我追他这么多年，真不是因为盲目，也不是因为颜值，是因为我从那个当年站在台子边上，灯都没打在身上的年轻人身上，看到了一种特别少见的东西，一种不慌的笃定。被误解的时候不慌，被讨论的时候不慌，被低估的时候也不慌。他好像一直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也不太在乎别人觉得他走得快还是慢。这种坚持真的不容易，也真的值得被看见。懂他的人会懂的。时间已经替他说了话。行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们，你觉得用作品慢慢证明分这条路，在今天这个又快又卷，人人都怕被遗忘的市场里，还走得通吗？还是说，他这种走法已经成了少数中的少数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咱们接着聊。